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讲一讲口腔溃疡。嘴巴呢老是破，然后呢打白点，那个范围呢包括那个舌，包括嘴唇，包括那个内颚，包括那个嘴巴那个侧面这个黏膜上。这口腔溃疡这个病啊，很讨厌，它反复治疗不愈。有些人的病程可以拖到10几年，然后痛影响吃饭。虽然看上去小病，但是它特别麻烦。目前呢，口腔溃疡呢，它的机理暂时还不明。虽然呢，外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讲法，包括呢那个西医呢，对这个解释非常多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提这个解释，因为你说了那么多机理，没有解决方案，有什么用呢？那让我们来说说这个解决方案。在说以前，我想提醒一下，这种小病呢，对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。人有小病，如果你及时的抓住这个机遇去调理它，那么坏事变成好事。人最怕什么呢？最怕有些人看上去什么病也没有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肝癌晚期，来不及了，这种是最糟糕的。所以大家生了这种像口腔溃疡这种病呢，你要保持开朗的心情，这个是个好事啊。如果你抓住调理的话，绝对是个好事，是上帝在向你发出信号，发出调理的信号。好，那口腔溃疡这个东西呢，我说有3斧头，这3斧头下去，99%的口腔溃疡会解决，而且还能够解决附带的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因为我说过，中医这个东西它是整体性的，你把口腔溃疡搞好了，你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也调好。然后呢，第一板斧是什么呢？第一板斧是如果你心火旺，你看看有些人啊，比如说他有那个高血压，或者有心脏病或者那种火气很大，像这种一片热象，像这种人呢，我们给他吃呢黄连解毒汤。黄连解毒汤里面呢，就是黄连、黄芩去心包的人，治呢去心的人，然后呢，这种人往往大便跑，我给他加个大黄。如果呢你胃口如果太好的话，你看看是不是加个石膏？有些大师喜欢加石膏。好，这个方子很简单我顺便提一句，我提的方子在这里呢不提具体的配方、配比、用量，这个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到谷歌上去查，很简单，上面一查就有。然后呢，第二板斧呢是什么呢？有些人他胃虚，呢他用甘草泻心汤。这个所谓胃虚呢，它往往是脾胃呢比较寒，上面呢比较热。甘草为主要呢，我们中医里面有个症叫甘草症。甘草症是针对什么呢？主要针对黏膜。很多黏膜，你看看心脏的内壁、血管内壁，那是不是黏膜呢？胃内壁也是黏膜，12指肠内壁也是黏膜。所以呢，这些黏膜呢，它往往呢五行属火，然后这些黏膜
它全部是属于甘草症。好，我们简单的看看它里面那些药的作用。它里面呢，半夏那肯定是去水的，对胃的水。然后呢，生姜、大枣、甘草、人参呢，很明显，它是强土、强脾、强脾胃。那脾胃呢，五行里面就是属土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含加个干姜，热呢，去热呢，加个黄芩、黄连。提一句，你里面干姜加好以后，如果这个人那个胃口也很差，然后这个胃虚，我加一句，这个胃虚呢，他往往胃不舒服。然后这个人如果是有头部症状的，有些人呢，他喜欢加点吴茱萸啊，这个就是胃虚，胃不大舒服，胃口很差。这种人如果口腔黏膜呢，他往往用甘草泻心汤，大家记住。第三板斧是什么呢？是血虚。血虚呢，它是往往属于呢太阳跟少阴，然后呢血里面呢比较热。如果前面两斧头砍上去不好的话，那你就用这个方子。这个方子呢叫清热补血汤。大家注意，在古方里面很多方子的名字都叫清热补血汤，清热补血汤。但是呢，它方子的组成都是不同的，它的功效都是不同的。所以呢，你这里必须用正治整神里面的清热补血汤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，主要是解那个血热。然后呢，血虚呢，大家知道四物汤。所以呢，我们用当归、川芎、芍药、熟地四物汤。然后呢，给它加点那个补阴的五味子、麦冬。然后呢，加点去热的、去渗热的知母、黄柏。少阴无非是心跟肾嘛。然后呢，咽部呢比较热，口腔比较热，往往有些人这个补的药呢，需放加点那个原参。剩下来就是肝脾，当然是凉血的，去瘀血凉血的。柴胡不要说解肝热。好，这个三斧头大家记住，这个三斧头砍上去，你的口腔溃疡记住吗？不要去尝试，我千叮嘱万叮嘱，不要去尝试太多的其他方法，没用。经方解决这个病是唯一处方，唯一解决方案。这个唯一的处方就是三斧头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我要提一下，就是我的普通话可能不标准，大家看的时候尽量打开字幕看。谢谢大家，请多加关照，谢谢，再见。